之前呢，有小伙伴问我，在英国1年多的读研留学经历，除了学历还能有啥用呢？有的时候吧，刷新三观可能1年都用不到。这期呢，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留学的经历是怎么刷新我的思维逻辑的。聊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记住这样的印象。接下来呢，就聊聊我和我的同学在海外留学以及生活的真实亲身经历。我和任老师呢，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朋友，先叫她小 A。有一天呢，小 A 她大半夜的就突然觉得心脏很不舒服，可能是心律不齐啊，或者心悸，就是已经严重到感觉灵魂出窍，没有办法自主行动的那种，所以她就很害怕，就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救护车那头接了电话，结果拒绝她了，说她不符合资格，就是不属于紧急啊或者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还达不到救护车出发的 level。然后小 A 他都懵了，他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大半夜的找同学啊帮忙啊，搀着打车，然后折腾了好久，然后到医院。到了医院呢，没有医生，只有护士。护士小姐姐问了一下他的病史，做了一个心电图，然后让他脱衣服冷静一下。对，你没有听错，让他脱衣服冷静一下。之前做完的心电图也没有什么结果，然后我们脱下衣服的小 A 就只能呆呆的坐在大厅里，冻到了第2天早上，医生终于到了医院。医生呢看了一眼他的心电图，说啊，你没有问题，你回家吧。然后小 A 就只能回家了。好，朋友们不要着急啊，接下来再说第2个真实的经历，还是我和刘老师在英国留学时候的朋友，他叫小 Q。小 Q 呢在英国结婚生孩子了，从他进医院开始啊，他没有花1分钱，所有的医疗服务全部免费，而且在他生完孩子啊准备出院的时候，医院不让他出院，因为医院说检查发现他的奶水没有达标，所以小 Q 呢就继续免费的住院，得到了各种免费的治疗和照顾，直到他的奶水达标。等他出院回家之后呢，就会有一个 health visitor 这种类型的人员定期上门做健康回访，会检查这个妈妈的心理状况啊，看看小 Q 有没有产后抑郁啊，然后养孩子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会提取小宝宝的粪便啊，这些做检查，看看小宝宝的身体健不健康，直到他们觉得宝宝和妈妈都没有问题了，然后才不回访。好，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反正在我那时候知道这2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整个人是迷幻的。叫救护车居然还能被拒绝，你不去接人家，怎么知道这病人有没有危及生命危险呢？对吧？万一你不去接，然后他又危及了呢？但是他生这个孩子也太贴心了吧，连奶水合不合格，什么小孩的粪便都要关注到。讲道理，心脏不舒服这件事情难道不应该比什么奶水合不合格更严重吗？如果我不是知道这2件事情发生的背景的话，我真的会觉得这是2件发生在2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事情。而且小 A 和小 Q 这种看似矛盾的这些案例其实不是个例，我后来真的有见过好多，比如说什么在留学期间发现得了急性白血病，然后给免费全部治好了。同时呢，我们也有朋友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急诊等了将近1个小时这么多。雅思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First time I went to a Chinese hospital, my first impression was just how efficient and speedy the whole process was.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e hospital was when I had some surgery on my chest, and so I went to a hospital in Suzhou, went to the right department, spoke to the consultant. She said, yeah, okay, you have this proble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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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can you come back for surgery tomorrow? I was like, what? Tomorrow? That's totally crazy. I mean, if I wanted the same amount of surgery in the UK, it would take me, well, years to get that. What I'd have to do is first of all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GP. So we don't usually walk into hospitals in the same way that you do in China. Then we make an appointment there. That can take 3 weeks to get an appointment. Then he will discuss with you your problem, and then if he or she thinks that you need to go and see a specialist, he'll refer you. So then you need to wait for your referral letter, and that can take months. I mean,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they have breast cancer or something, and they can be waiting for a year, and they still won't, that they still haven't got an appointment to see a specialist, which is really terrible. So then once you get that appointment, then you go and see the specialist, and then it goes from there. It's usually much faster. But I mean, if you need surgery urgently, I mean, it can still take months. 哇，讲道理，这种例子要是放在我们的网上，就是完全可以想象，国籍一换，评论过万。你是崇洋媚外，屁股歪了吧你？你才是被蒙住的双眼，是韭菜吧你？我怎么感觉我刚才好像泼妇啊？有点像。
那留学经历给我带来的最大的认知改变呢，其实就是我学会了在下判断之前多问一句自己：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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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完全矛盾的现象？就我很想知道原因，那我直接和那些有经历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然后我才明白，之前的我真的是too young too simple 啊！这些矛盾的表象，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很简单的根本原因，就是英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走下坡路。就这，对，就这就导致原本就是财大气粗可以投进医疗领域的这些财政税收被缩减。如果这个时候呢，政府站出来说，以前呢是我们有钱，所以看病全免费，豪气。但是呢，现在吧，钱真的少了。这个囊中有些羞涩，所以我们打算从今天开始看病收一些大家的钱，你们觉得怎么样？没有办法，所以就只能从一些很隐性的地方缩减开支，比如说这个缩减一些医护人员的数量啊，一些医疗设备的维护啊，还有什么购买。所以呢，英国的医疗资源就会比以前更加的有限。但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早发展了110年嘛，所以整个医疗服务的流程还是非常成熟稳定的。就像生了孩子的小 Q 啊，他一个人得到那么久，还是很常规的一个悉心的照顾。但同时呢，他就占用了有限的医护人员的资源。所以在英国，其实这种现象真的已经很久了。免费的救护车出发是有条件的，它会分各种不同的等级。第一等级是危及生命安全的状况，第二等级是属于紧急的状况。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心脏很不舒服这件事情居然排除在这2个条件之外。好，那我呢就想再往深处挖一挖，再问一句，为什么英国的经济水平会影响下滑成这样呢？他们不是发达先进的西方国家吗？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太好了，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各种公共服务免费，还有工会保障你的各种权益啊，不能吃苦，不能劳累的，而且工资高的人还要承担很高额的税率，包括整个欧洲也是。我的一个在德国工作的朋友，据他说算是德国的中产收入，他要承担的税率是40%，他一个月赚1万，到手只能拿到5600。讲道理，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有那个动力去努力拼命的工作呢？所以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嘛，会经常吐槽英国啊，还有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工作效率太慢了。我们在荷兰的同学吐槽，他们的小区门口铺地砖啊，这种应该是属于公共服务了吧？就一天只铺几块砖。我的朋友都惊讶了，他特意每天在那数，真的是只有几块哦。我朋友说换他上，他几个小时之内就能铺完，就这么点砖。我还记得我刚到英国的时候住的刘老师那个宿舍，算是比较繁华的街道，对面应该是要建一个超市，还是一个什么公共服务的公用楼吧。我住进去的时候呢，在打地基，然后我就每天站在镜子面前看那些工人，特别的悠闲。他们是朝9晚5的上班时间，但是我会经常看不见他们的人影，而且我每次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互相聊天。然后呢，等到差不多1年之后，这个地基还没有建起来。所以说整体的工作效率低下，完全没有工作的动力，经济怎么可能会不受影响呢？然后小红同学就发现了，英国包括整个欧洲啊，因为福利太好，效率低下导致的经济水平下降，其实已经深入的影响到了方方面面，包括身为中国学生，我们一直很羡慕的他们的教育。我安徽考生，刘老师呢河北考生，像我们真的是有羡慕过他们的教育环境啊，觉得他们又自由又宽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学习的量又没有那么多，觉得他们可以自由的选自己感兴趣的学，也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可以得到更好的成长。等我到了英国呢，我就发现确实普通阶层民众的教育确实很轻松。就我们想啊，公共福利这么好，对吧？工资低也能享受这些服务，工资高了也拿不到那么多钱。而且因为他们的阶级固化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他们就算再怎么努力，也真的很难超越自身所处的阶级。所以呢，他们的教育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压力。但是精英阶层的教育并不是这样的哦，免费的普通阶层上的公立学校和昂贵的私立学校用的可是2种不同的教育模式。BBC 有个纪录片叫《我们的孩子坚强吗 Our Kids Tough Enough》，这里面说的呢，就是一个英国的普通的公立学校在中国请了5位老师去他们的学校教50名初3学生，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哇，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感受。 I want a beard, like a nice one though. With the head teachers safely out of sight, normal service resumes in the classroom. All in this together.
together, everyone. Excuse me? It will see we're all Phoebe, listen to me. 有没有感受到英国公立学校的教育是什么样的环境？自不自由？是不是很轻松？看完这部片子呢，我就很想知道西方人是怎么看待这部片子里面呈现的现象的，很有意思。英国教育界有一个学者呢，叫 Oliver Creamer， 他呢是之前伊顿公学的部门负责人。这个 Oliver 呢，他说，如果这5个老师去了一个私立学校，比如说像伊顿公学这样子的，这个纪录片给大家呈现的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补充一点，他说的伊顿公学就是英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顶尖私立学校，这里呢培养出了几十位英国首相，是属于名副其实的精英学校了。这个学校呢，我曾经离它只有1步之遥。它呢离伦敦很近，在温莎镇，是我到了英国之后去参观的第一个小镇。哇，这个小镇是真的美。这个学校的对面就是英国女王每年夏天会去度假的那个温莎城堡。唉，但是就是很可惜，那天我去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周末吧，具体什么情况我记不太清了。就是伊顿公学整个闭校了，外面有个小牌牌，上面写着 closed。本来呢，我就站在那个门口，是想目睹一下传说中穿着燕尾服上学的英国精英贵族学子的风采，好像有点扯远了。把话题抓回来。那 BBC 呢也拍过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世界最著名学校 Most Famous School in the World》。看了这部纪录片呢，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1年学费3.3万英镑，只招收男生，1天有7节课，每节课40分钟，课间时间10分钟，下课后晚上还有讨论的任务，比如说会有辩论，还有家庭作业。对，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多家庭作业的。我数了数啊，光在这部纪录片里面出现的学科就有神学、宗教学、拉丁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地理、历史、数学，而且没有上过私立学校，从公立学校转来的同学还需要额外去补习拉丁语课，因为公立学校不会教这个，而且在这里非常的注重传统和仪式。如果穿了花袜子，没有穿上规定的黑袜子，被发现了就会因为违反校规被遣送回家。而且在这里的所有学生刚进去的时候会被划分成 A、B、C、D、E、F 啊各种不同的等级区域，据说是总共有15个教学等级，他们会根据年终测试的成绩来调动等级，就有些类似于我们中国按照分数来分班。他们的期末考试会考10门，一个学期3个月，12周，420节课，50多小时的家庭作业，而这些是伊顿公学初1学生的在校情况。所以这两部纪录片在一起看的时候会非常的有意思，就会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医疗的例子一样，会感觉完全是2个世界。我记得尤其是我和刘老师一起去逛英国啊，还有欧洲的小镇的时候，感觉真的很美妙，很舒服，就是那种环境太美好了。雪山啊、草地啊、湖泊啊，然后走着走着就会有窜出来那些很可爱的小动物、小松鼠啊什么的。然后呢，人也不多，有微风吹过，老人家呢就坐在海边的长椅上晒太阳啊、看报纸，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那种城市的喧嚣，或者是城市带来的那种压迫啊、紧张感，完全感觉不到人生的压力，仿佛时间在那里是停止的一样，就是美好到让我都恍惚了。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们人这一辈子悠悠闲闲的过去，不也挺好的吗？对吧？这一辈子反正大家都是要走的，这小河才是你永久的家呀。为什么我们一定就要这么辛苦的奋斗，这么辛苦的去追逐、去扛压力、去追逐更好的呢？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会这么羡慕他们，是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一代的英国还没有到那些复杂因素导致这些美好的福利体系崩塌的那个时刻。我就在想，也许呢，按照现在的情况，一代一代的发展下去，如果没有任何的警惕和解决啊，再过个2-3代，我们看到的英国大概率可能就不会像这么悠闲、这么美好、这么幸福了。也许那一代的英国年轻人就会抱怨，为什么你们留给我们这一代这么一副烂摊子，好处都给你们享尽了，搞得我们压力这么大。以前那些什么帝国荣光，关我们什么事？所以留学这件事情吧，确实是让我有机会亲自去体验，深入去了解了很多以前真的都不了解的事情，或者就是纯粹是刻板印象，很多的个体现象事件远远不是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他们背后一定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以及千丝万缕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还是动态不断发展的，任何的好处都会有隐藏的代价。但是我们真的就是习惯只看到好处就开始洋洋自得啊，或者呢就是只看到代价就开始嘲讽、失望、沮丧。就说起来很五味杂陈吧。作为后浪讲道理，
压力是真的大。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某种程度上，这是我自己选的。往后退一步呢，可能会轻松一点，没有那么大压力，就不要来大城市嘛，不要选择奋斗嘛，不用被迫选择996嘛。但是我不甘心啊，我的目标是向前看的呀，我不能浪费父母这么辛苦努力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给我创造的条件啊，那就得承担更高的这种生活压力、生活成本，还得考虑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啊，还有家庭生活，要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努力的想要找一个平衡点来平衡工作和家庭，去平衡现实和理想。从时代的角度来说，这个不是我们选的，只不过是我们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这么崭新、发展的这么迅猛的时代。像我们这一代呢，义务教育这么普及，正常的大学学费又这么低，还有医保基础建设这么发达。像我老家以前就是非常贫困的山村，像我爸就是从大山深处的村子里面走出来的。现在的话，道路什么的都通了，然后也可以上网，有足不出户了解外界的机会。我们也有去大城市打拼，追求更好生活的可能。这样的好处带来的代价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压力，还有越来越大的个体之间的差异。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早一步抓住机会的人，他们只会往前走得越来越远。这个留学经历呢不长，但这个经历对我很重要，它会让我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有了更具体、更客观、更理性的认知，更加理解了很多事情吧。之前我记得是共青团中央发了一个视频，是5·4的时候发的，里面有一句话就特别的戳我。他说，青年的力量就是知识，是更加客观理性的认知这个世界。出去一趟就会觉得我们其实要学要改进的地方有特别多，但是我们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特别多。可能我们这一代吧，或者是更年轻的00后，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吧。